如果风象星座看起来心不在焉，通常是你正在说的事完全不出所料，即使是重要的事，考试要考的内容照样放空哦。哈，这是什么状况？这就是风象的真实状况哦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用灵数来解说风象星座。在4大元素中，风象征资讯流，变化的契机藏在各种讯息中，会改变的东西才有趣。听说等于探索的价值。日夜交替，气候变化，季节交换的自然消长，到人类生老病死，人际互动的纠葛，分分合合，为什么变或为什么不变？如果要变，何时会变？就算不能预测，也要第一时间跟上脚步才行。遇到不想变的人，风象星座会完全不可置信，觉得人怎么能让自己长霉菌，又不是木头？人不可以老土，会碎念到新玩意出现为止哦。如果风象星座看起来心不在焉，通常是你正在说的事完全不出所料，即使是重要的事，考试要考的内容照样放空哦。因为只要记得几个关键字，到重要时刻再问人，觉得行动前再组合一下，应该就能应付过去。要是失败怎么办？其实觉得失败不用太在意，怎么能这么豁达？因为时间过了就是旧闻啊！哈，这是什么状况？这就是风象的真实状况哦。你在意的和风象在意的完全不一样。要是你很生气，这就算是新闻了哦。总结一下，追踪资讯流的风象星座，不管是人事物，他们在意的是新鲜度、稀有度和赏味期限。听起来感觉很神奇吧？天下哪有这么多新鲜事？是的，所以乱讲的、搞笑的、唬人的都是好的，骗人的、害人的很妖兽也很精彩呀。为了导正视听，所以要去告诉大家哦。发现了吗？风象喜欢资讯大对接力，所以不用太在意正确性，要有新鲜感，他们会反过来追着你问进度哦。风象第一位双子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5月和20天左右的6月，月份数字5、6，收集冒险玩乐心得感想的记者。越是没看过、没听过、没玩过的东西，越有趣。这么稀奇，还有人能成为专家，不尝试怎么行？用灵数分析双子，是玩乐同时体验人生的观察家。数字5让双子座对各式各样的人都很有兴趣，可能是对方做的事、穿的衣服、吃的东西很特别，因为好奇，所以主动打招呼，轻松聊上2句，自然不做作的交流讯息，人缘当然很不错哦。数字6让双子座感受力敏锐，联想力丰富，与他人互动也是从同感出发，直接打破物理界限，所以感觉很风趣好玩，反应多变，而且让人猜不到。加上联想是自由延伸的，所以朋友八卦流行，聊不完了。数字5和6的交互作用会让双子座和善好亲近，好像什么话题都能聊，所以相处起来很舒服。但如果觉得双子座已经和自己零距离，误会就大了。其实双子座像记者一样，热情采访眼前的人，一旦发现新的好玩有趣的目标，就会飘过去了。总之，双子座抵挡不了一眼看不懂的人事物，在脑内搜寻一轮后，发现果然没看过没听过，不去探一探摸一摸，没办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为了问到内心锁定的目标，会使出浑身解数，让采访对象感觉一见如故，知无不言，很厉害吧？数字6的后坐力能让双子敏锐嗅到不一样，发型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，快速且本能的去比对今天和昨天的差异点，向大家来找茬，是有新鲜事吗？还是有秘密？竟然有我不知道的事，这是不能容许的紧急事态。明白事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、善与恶、亦正亦邪，所以在探索时，好的、坏的、台面上的、台面下的，都会同步好奇，沿着悬崖边一点一点挖掘下去。突然觉得自己和双子座太熟，该紧张吗？还好啦，只要让自己变得无趣，双子座就会自动逃之夭夭啦。风象第2位是天秤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9月和20天左右的10月，月份数字9、
10是极度犹豫后才能行动的人，没有足够的分析理解，直接行动太冒险了。但是不管准备多少，一切都是出发后才会知道。用灵数分析天秤座是得浴火才能重生的凤凰。数字9让天秤座看起来温和，但不一定好接近。通常是爸妈或家族给了天秤座高标准的要求，要知书达理、温文敦厚，甚至必须光耀门楣。特别的是，本人也愿意回应期待而持续努力。数字10会让天秤座立志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单纯的继承家业或家训并不能满足天秤座，10倍1的能量会让天秤座不论要花多久时间，都要用自己的实力改造突破现有的成就才算数。数字9和10的交互作用会想要赢，很讨厌失败，用尽各种方法想要忽视对失败的害怕。越是假装坚强，内心的空虚感就会越强烈，直到接受失败是常态，找有能力的人合作学习，强制让自己升级，蜕变到和对方一样的局面才会改变。总之，天秤座瞄准的多半不在目视范围中，说了别人也不懂，被嘲笑反而更励志做给别人看。特别是想改变风潮时，就要当第一个示范者、倡导者和被批评者。只不过遇到太没礼貌的人时，天秤座会直接用法律解决哦。数字10的后坐力，老天是你的10倍靠山哦。因此，天秤座是动能很高的星座，不像外表的淡定。就像上坡起步的车，油门是一直踩着没休息，只要手刹车一放开，就能立刻前进的预备状态。这也是他们看起来随时胸有成竹的原因，懂得让能量蓄积，找到值得一试的目标再冲刺。一表现就有一定水准，往往让人印象深刻。相信真金不怕火炼，只有被锻造过才能闪耀光芒。就像走完健康步道还能优雅微笑才算胜利者，这种气势是天秤座的自信根源，真的很狂，对吧？第3位是水瓶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1月和20天左右的2月。月份数字1、2是新鲜感结束，无聊跑出来的感觉。别人说的可以参考，但都要自己试过才算数，所以代办事项比时间多很多，其实忙得不得了。用灵数分析水瓶座是伪装地球人的外星忍者。数字1让水瓶座很怕无聊，比被骂更可怕。高度集中在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觉得自己是老灵魂，看别人做过，觉得自己可以，就会想尽办法试试看，一不注意就突破重围，是让大人傻眼的高手。数字2让水瓶座能下意识读取旁人没说的感受，常常一开口就讲在那个 feel 上，让人觉得被理解了。若水瓶座愿意帮忙，有难言之隐的人会感动不已，但频率不合的人就当空气，若对方要吵也没在怕。数字1和2的交互作用，让水瓶座另类的显眼，像是自备餐具，用叉子汤匙，会特别多带筷子。觉得老师不公平时，小学生也敢主动找老师聊聊，因为没人这么做，说不定这样反而意外的有效。水瓶的自得其乐，大家只能见怪不怪的接受。水瓶座很像悬浮但无法溶解于团体的存在，很像奶茶里的珍珠，很奇怪，但是大家都能接受。喜欢热闹有趣，特别是遇到不同想法时，一起行动会发现水瓶保持着微妙的偏离感，通常是交集处再集合就好，其余解散自由行动哦。数字2的后坐力是交流中过度吸收别人的感受，水瓶想了解的不只是语言表层的想法而已，因为感受才是真正的反应，也才会因人而异，就是要不一样才会好玩有趣，猜不到。聊越多，吸收越多，一不小心就会超载而感觉到疲累。练习整理这些感受，特别是不属于水瓶本人的，听来的、学来的都是参考，可以放掉一些，像瓶子里的水一样，倒掉一些，人会轻松很多。等行有余力时，再消化分解各种感受，学习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，水瓶就会快乐起来哟。没想到灵数也能分析星座吧？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